欢迎来到 Nguyen TV 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罗马的忧郁，巴黎的浪漫，重庆的火烈，究竟哪个才是真实的肖战？我本来打算今日搁笔，但就在预备享受美好周末的前一秒，我又来看了一眼肖战的海外行，结果一行字就像云上的风，翩然而至：罗马的忧郁，巴黎的浪漫，重庆的火烈，究竟哪个才是真实的肖战？所以还等什么？爬起来马字啊！对于罗马，在我的记忆里，那是一个时空交错、历史与现实汇聚、文明与野蛮并存的地方，而斗兽场无疑就是罗马的 logo。当我看到这样的一幅图，穿着黑色长大衣的肖战，就那样微微仰着头站在断壁残垣上，仿佛在聆听萦绕在这古斗兽场内当年狮虎的怒吼、奴隶的惨叫、贵族的狂嚎，而这一切都沐浴在头顶上斜斜洒下的地中海温暖和煦的阳光里。那一瞬，我仿佛被击中了般呆立当场，原来忧郁可以以这种明媚的形式呈现。而肖战在此刻是不是也忆及自己这一路行来的颠沛流离？大龄出道，一腔孤勇闯世界，树立坎坷，万般柔情涉险滩。他是不是也曾被禁锢在绝望的境地，也曾在四面楚歌中渴望杀出一条血路？但好在时间是最公正的裁判，就像今天这样，把所有的厮杀丑恶丢进历史的垃圾堆，而只剩下胜利后的云淡风轻，面对未来时的从容淡定。而当从斗兽场那废墟中走进巴黎的埃菲尔铁塔之下，徜徉于灯光与星光争辉的奇妙一刻时，肖战仿佛又从忧郁坚韧的底色中抽穗拔节出来一般，将自己化成一个温柔的茧，与这柔柔夜色合二为一，浑身散发着迷人的浪漫气息，真实自如，洒脱随意。黑边镜、大围巾、小相机，还有一根棒棒糖，一个人执着独行，清新隽永的如同一首抒情诗。这是刚从大学的校园里翘课归来的学子吧？还是刚和密友小酌一杯的微醺少年？他将骨子里的浪漫如同一股泉汩汩流出，美好的如同一幅画、一首歌。而当他在米兰时装周上用全场唯一的中国话说出无限可能时，重庆大辣椒的火烈属性又显露无遗。爱我所爱，无私无畏，自在如风，无拘无束，坚守自我，无忧无忌。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，麋鹿兴于左而目不顺，然后可以治利害，可以呆敌。苏洵心术中的名句大概可以用来形容肖战立于山巅的赤诚刚烈吧。那么，忧郁、浪漫、火烈，究竟哪个才是真实的肖战呢？我绞尽脑汁，未能理出头绪，因为无论用哪个词语，都恰当也都偏颇。为何会这样呢？我渐渐想明白了，一个将不可能变为可能的人，一个永远在打破常规的人，一个永远在用最大的善意回馈他人的人，一个赤手空拳就敢挑战世界的人，一个时刻缝补岁月裁剪春秋的人，无从架构，更无从定义，因为他就是他，他就是肖战。我想，或许只有卞之琳的断章，聊可色泽，你站在桥上看风景，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。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，你装饰了别人的梦。那就让我们和肖战一起，且将新火试新茶，诗酒趁年华吧。在最好的年纪，行最宽阔的路，做最美丽的梦，开垦最真挚的人生吧。肖战，世界给了我黑色的眼睛，
我却用它寻找光明。世界给了我黑色的眼睛，我却用它寻找光明。这句话用来形容肖战，再恰当不过。一个巅峰，一个地狱，那身处这天壤之别的两大漩涡中心的肖战，想告诉我们什么呢？一，时间是最好的公证员。时间是一个伟大的作者，他会给每个人写出完美的结局。喜剧大师卓别林的这句名言，放在肖战身上恰如其分。那段暗无天日的岁月里，肖战从素人起身，短短时间凭借一部剧拔地而起，其起点之低，红火速度之快，取得成绩之大，成为众矢之的，其实也在情理之中。他无后台，无资本，无背景，对这样的三无产品加以挞伐，自然不必担心遭到反击。他又如此红得轻松，势头还如此强劲，就那么一点子利润都垂涎三尺，自然需要对其加以扼杀。身处泥沼中的肖战却没有为自己辩解一句。而时光的车轮碾过严冬，一路抛掉公节与阴暗，装载真相与温情，隆隆驶进2022年的春天。肖战也终于迎来属于他的春天，而披满霞光的肖战仍旧没有为自己夸耀一句，因为他想告诉我们，时间是最好的裁判家和公证员，是非功过荣辱脏否，自有时间公布最后答案。二，实力是最强的破局者。头条肖战词条的累计搜索量已达1178.2亿，而中国的总人口才14.12亿，这意味着肖战已然走向世界舞台，是当之无愧的顶流天花板。肖战商业价值的水涨船高，其超强的影响力与号召力，令广告商们趋之若鹜。肖战现已手握40余家代言。而梦中的那片海已然入选2019至2022纪录新时代工程北京市重点选题规划片单，作为一部展现北京青年奋斗历程、再现70年代热血青春的主旋律作品，获政府重点扶持。肖战所饰演的肖春生，已然成为那一代人的精神符号。而这一切都让腾讯赚得盆满钵溢，是腾讯绝不能忽视的摇钱树，这还不包括粉丝豪掷打榜购买会员等直接折现的收入。所以，为了节省肖战的时间，两宴开在了横店。所以实力就是你并没有制定规矩，但周边人却以你为标准制定规矩。这就是肖战要告诉我们的：拼搏积淀实力，而尊重源自实力。实力是最强的破局者。三，人品是最优的保证金。第一场漩涡，恰恰成就了肖战的第二场漩涡。肖战的谦谦君子、融融暖意、冰心慧智、底线思维、纯净担当，早已成了娱乐圈的公认和粉丝心底里最坚实的保障。肖战无辜受禄，却下择己书揽责于身，凭一己之力保护下那些真正与他风雨同行不离不弃的粉丝，这才有一身孤勇的肖战眼底的璀璨，泪光中炫目的红海汪洋。肖战的难搞，在代言圈是出了名的。找他代言，他必要看你的一大堆文件证书资质材料，只要有一点违规，他就会毫不犹豫地掉头离开，没有丝毫商量的余地。这才有凡肖战代言必秒空的现状。就以我记，看到肖战告了几个黑商黑粉，我连求证的环节都直接省略，就是从心底里笃定肖战告的对，坚信肖战一定告得赢。何解？因为我相信肖战人品，他说对的，那一定无误；他说错的，那责任一定在对方。我至今仍旧记得肖战风雨飘摇时，陈嘉林导演的那段肺腑之言，他很有礼貌，很谦虚。作为一个演员，他对得起这个职业，在舞台唱歌，他对得起歌手这个职业。林海老师说，
一个乖孩子，大家不该这么消费他。你见过的人越多，就越知道他的好。这也许可以代表了解肖战品质、热爱肖战为人的人，告诉世界的吧。4. 坚韧是最佳的进阶石。肖战能够从一个门外汉走到今天，他的坚韧顽强功不可没。踢掉了脚趾盖，疼得满头大汗的他坚定地说：“明天继续练。”为了拍好一个镜头，他1天之内掉了几10次威亚，连导演都忍不住泪目。1万多的台词，他连夜背熟。第2天信心满满的站在如梦的试镜现场。这是他对待自己工作上的坚韧，但除此之外，他还要正面人心的险恶与环境的艰难。再大的委屈他也一肩承担，再大的困苦他也默默内化。对于比苦累更伤神伤心的诋毁重伤，他选择云淡风轻，挥手作别。坚强者能在命运的风暴中战斗并取得胜利，所以坚韧不拔的努力迟早会取得报酬。安格尔这句话也许正是肖战想告诉我们的。5. 信仰是最固的根据地。从一个漩涡到另一个漩涡，低谷时不自暴自弃、自怨自艾、自轻自贱，疯癫时不自高自大、自衰自肆、自狂自傲。肖战仿佛是架永动机，永远按照自己的节奏与格调面对世界的纷扰与喧嚣。是什么让他如此气定神闲、从容淡定？那一定是他的心中有坚不可摧的信仰，才能让他身处黑暗中，心中仍旧向往光明。鲜花与掌声还似时，仍旧不忘初心，不易本真。这信仰就是他处人处事的原则与底线，心存善念，并坚信世界也是由善念堆叠而成。世界以痛吻我，我却报之以歌。当他张开双臂，拥抱阳光的时候，阳光也恰好拥他入怀。信仰是拥有实力的人的现实，信仰是奋斗者的大后方。肖战早就如是说。从昔日的泥潭深渊，到今日的高朋云集，30岁的肖战历遍了300年的世态冷暖，无论身处何种漩涡，他都不疾不徐，闲庭信步，始终保持头脑的清醒，目标的执着，善良的贯彻，坚持做自己。这就是肖战，一个从黑暗中倔强挺立，身披光明不断进击的人，告诉我们的。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充满活力。再见。